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7月17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7月1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 255.31， 收盘价是 256.56，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258.62， 最低价是在 245.80。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3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1.263 亿股，较前一个交易日量缩。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不变。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MACD双线是继续趋于合拢，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短期多头趋势在继续减弱。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7月16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下影线的小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止涨后的回档中。对，那么当日的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它是一个高开盘，然后开盘股价即出现下行，一度是跌破了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然后呢，在下方是在246这个地方附近是遇到了支撑，然后股价又被拉升，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我们说上部或者叫顶部。那么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10日均线值和5日均线值。那我们也会关注到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是继续量缩。那我们说虽然是成交量缩，但当日相对于之前的交易日仍然是抱有大量的。那么出现这样的现形有这样的成交量，说明当日股价也就是开盘之后既有空头力量的进入，然后呢股价降到低点之后又有多头力量的拉升。那当日多空双方是产生了拉锯，然后呢出现这样的一个大的成交量，最后生成的这根 K 线呢，它是一根蜻蜓线。那蜻蜓线我们说它是变盘的信号 K 线。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根蜻蜓线，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叫止跌的信号 K 线。它和之前一个交易日止涨的信号 K 线，我们会看到两根 K 线，它们一个是含有长上影线，一个是含有长下影线。那我们也就可以找到目前多空双方的一个界限，也就是说上方股价如果能够站上这根止涨 K 线的最高265，将会有继续上涨的走势。下方如果跌破这根蜻蜓线的最低，也就是246，那么股价才会有进一步回档的走势。那否则呢，我们认为在近几个交易日股价会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横盘。那其实也就是给出了两个股价走势的标志位。好，那么对于目前对于7月17日来说，根据目前这样的 K 线的线型是止跌的信号 K 线，那么日后7月17日股价的收盘价如果能够站上这根蜻蜓线的最高，我们认为股价会有继续反弹的走势。所以在7月17日从 K 线信息解读会有一个继续反弹的走势。好，那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讯我们对7月1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243。另外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继续反弹，收盘价会在260。那这与实际发生的收盘价 256.56 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是较大的。同时呢，当日
这个反弹的走势和我们预测反弹的走势也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说，最低呢，我们说是不跌破5日均线值的，而实际我们会看到出现了到达了246也就是当日的这个走势是也是不同的。那我们只能说仅仅是方向一致，也就是出现了反弹。还有一个一致的地方就是性质相同，也就是股价又重新回到5日均线值的上方。好，这是我们对之前预测的一个复盘。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日后股价的走势。那由于现在出现了止跌的信号 K 线，那么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上行。对于7月17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71，站上它就是要继续目前的这个多头趋势，站上它也就意味着叫回档成功，对，叫回后再上涨。所以现在股价上行的目标一定是271。那在到达它之前，两个强压力，一个是265，这是重要的标志，还有一个是压力位，这个蜻蜓线的最高是在258这个位置。好，这是在到达271之前的两个压力位。那271被站上，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99，然后第三个目标就是314对。好，那我们说299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位。好，那我们等股价能够站上271再去讨论它。好，那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下行的目标不变，仍然是233，跌破这个位置将会确认自7月17日以来的空头趋势，因为上方有头头低，下方还差底底低，所以我们说下行的目标一定是233。在到达它之前，目前当然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是支撑，还有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这根蜻蜓线的最低246，这是我们刚刚得到的多头的一个底线，对，是246。所以接下来股价在这个位置会在到达233之前，246将是一个支撑位。好，那5日均线值我们也给出，我们测算在7月17日是在248到251之间，正好也是跨在这个250，也就是这个整数关口，这期间，所以这个位置也将是一个支撑。好，那这个233如果被跌破，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77，对，那么177在到达它之前，目前我们说20日均线值在7月17日是会到达224，还有这条下行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焦点在217附近，它们将是支撑，当然这个缺口也是支撑啊。好，我们来再回顾一下，这条下行趋势线是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和接下来两个低点确认的最后一条下行趋势线，之前是没有突破的。现在突破它之后呢，我们会保留这条趋势线，它和今后K 线的焦点，那么将会成为股价回档的支撑。好，那么177如果被跌破之后，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168，如果被跌破呢，我们说将会瓦解自4月22日以来的这个多头趋势。好，那么这是我们说股价上行和下行的目标。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7月17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那之前我们现在已经调整了哈，之前我们给的关注的位置是这条止涨信号 K 线的最低252。那么到了在7月16日，股价呢一直是我们说会出现了大幅的这个下跌之后呢，
被多头拉升，一直是在252上方运行，所以收高。那么到了7月17日，在盘中我们要关注这根蜻蜓线的最高，也就是在258这个位置。那我们说，股价如果在7月17日盘中是不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是很有可能会出现横盘，甚至是下行的。但是如果股价在7月17日盘中能够在蜻蜓线最高的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会有继续反弹的走势。因为这根蜻蜓线的最高如果被站上的话呢，我们说将会叫止跌成功，那么股价将会继续上行。好，这是我们给出这个观察位的理由。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目前我们有一个55%的多头仓位，最后一次加仓是在7月9日。然后在7月17日，我们给出了一个停利的操作建议，就是股价跌破了5日均线值，是在236附近是有获利出场的。但是如果在这个地方没有获利出场呢，股价一直是持有的。我们一直持有呢，由于在7月12日出现了反弹，那么到了7月15日，股价又出现了我们说出现了反转向下，那又从5日均线值上方又回到它的下方。在7月15日，我们又给出了一次停利的操作建议。那么在这个位置如果没有停利出场，我们说到7月16日这个仓位仍然是持有的。那如果到7月16日还持有这个仓位，在7月16日这个收盘价 256.56 这个位置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因为虽然这个是一个盘内反转向上的 K 线，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但是现在差一个指标，就是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量缩，然后呢股价并没有站上这根止涨信号 K 线的最高，所以缺少这样的指标呢，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不可以加仓，当然也不可以进场抢反弹。好，那么如果说这个仓位到了7月17日，我们继续给出一个叫做停利的位置。那么日后股价如果跌破了这根蜻蜓线的最低，也就是246，还有下方的233，如果跌破这个两个位置，那么这个仓位是可以停利出场的。所以这回停利我们是给出了2个位置。然后呢，止损位我们依然守20均线值，在7月17日是到达了224。好，那目前我们现在说的止损已经不是对这个点位上的止损了，因为现在20均线值已经超过了我们这个仓位的成本价214，所以现在的止损是指对这个多头的止损。那么上方的这个停利呢，我们指的是停止利润的损失。好，我们再次把这个概念再来重复一下。好，这是我们说的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我们说要守的位置，现在又多了一个，就是258，当然还有265，还有271，这是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那么他们的目标就是这根蜻蜓线的最低是246，还有下方的233。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7月17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258前高，第二个压力位265，第三个压力位271，上方第四个压力位是这个缺口，是从281到290。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从252到253这个位置。然后第二个支撑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248到251之间。
第3个支撑是前低246，第4个支撑是233。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7月1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那么今天我们给出的这2个预测呢是并列的，它取决于开盘和盘内的走势。我们先来说，股价的，由于现在是反弹，我们先来说股价的上行哈。那么我们说股价会有继续反弹的走势。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51，上方最高会到达264，然后收盘会收在260附近。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51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继续反弹。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如果出现回档，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57，在这个位置，下方最低会到达245，然后收盘会收在248附近，在这个位置。对，如果最低到达了241，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245附近。出现这样回档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57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行。好，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7月17日股价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